大家好，我是乡镇美食节。能点进这个视频的网友，想必都是被戚风已经折磨崩溃，或者打算放弃了。为什么你看了各路大神的教程，试遍了各种配方和方法，依旧做不成功？戚风蛋糕因为失败率太高，所以网友给它起名叫戚风。它的失败原因主要是塌陷，塌陷的戚风蛋糕中间会出现布丁层，湿哒哒的，就像没有烤熟。如果你试遍了各种配方和方法，依旧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换面粉。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学习戚风的过程，以及我踩过的坑，避免大家以后再次踩坑。然后再讲解错误的面粉是怎样造成戚风塌陷的，以及我是怎么用高筋粉做出100%成功的戚风蛋糕。我是去年6月份学习做烘焙，当时学习了蛋挞、拉丝小面包以及戚风蛋糕。前2个都是一次性成功，只有戚风蛋糕整整学了1年，失败了不低于50次。当时我每天在网上看教程、看讲解。比较火的几个视频就是小高姐的不败戚风、幸福美食频道的关于戚风蛋糕塌陷的一些讲解，还有柔萨的厨房研究报告关于戚风的科学讲解等等。这一系列的视频我看完之后，依旧是无法解决问题。可能你们也发现了，别人做戚风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能做成功，我们失败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配方都是失败。在我失败了3次以后，我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求助网友。当时呢，热心的网友也给了很多解决方法。有人说是我的模具不行，因为当时我用的是碳钢模具，就是这样的。他们说这种模具导热性不好，所以才导致中间没有烤熟塌陷。我就马上换了这种铝制的。然后换完模具之后，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又有人说要用中空的，因为中空的中间才更容易受热，所以我又换了中空模具，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又有人说是我的模具太薄，质量不好，我又换了模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2个模具是一个薄一个厚，这个厚的比这个比薄的要厚1半。结果换了这个加厚的模具，依然是没有解决问题。当时呢，我用的是色拉油，你们可能也知道，很多做蛋糕的教程都是让用玉米油。其实当时我是知道蛋糕塌陷跟油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从网上买了1瓶玉米油来回来，结果还是塌陷。我每一次换配方或者换工具，我都会把我之前的做法全部再重新做一遍，来测试到底是配方出了问题，还是说工具出了问题。光蛋奶打发我就试了无数次，有加白醋的，有加柠檬的，有把白糖分3次加的，还有把鸡蛋放冰箱里面冻过之后再打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尝试了。工具、配方、方法我全试了一遍，都没有解决问题。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我的烤箱有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专业做烘焙的用的都是风炉烤箱，因为风炉烤箱里面带一个风扇，它里面的温度会更加的均衡，所以我又从网上买了一个烤箱。当时我用的是这种小烤箱，里面不带风扇。这个大烤箱是后来买的，里面带一个风扇，并且我还顺便买了一个温度计来测试是不是我之前的烤箱有问题，才导致戚风塌陷的。结果温度计和烤箱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我之前的小烤箱并没有出现温度不均衡的情况，相反，这个大烤箱它的温度比我实际设定的温度要低10度，即便我把温度多加10度，打开风扇，它依旧是不会塌陷。到这一步我是彻底崩溃了，因为能试的我全试了，配方、工具、方法，所以我选择了放弃。可能有些人会说，你为什么不换面粉试一下？因为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戚风教程几乎都是使用低筋面粉。对于一个烘焙小白来说，我们万万不会想到是面粉出了问题，因为我买的面粉上面写的是低筋小麦粉、蛋糕粉，也就是说它是蛋糕专用粉，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这个面粉就是去年失败几十次用到的面粉，已经过期了，去年6月份买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上面写的字。那我是怎么发现这个面粉出现问题呢？转折点就出现在我之前做的一期黑米糕的教程。那期黑米糕可能有些粉丝已经看过了，它的做法跟戚风非常的类似，只不过黑米糕是蒸的，戚风是烤的。那期黑米糕的教程我也尝试用面粉来做，结果是塌陷了。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当时我除了用黑米粉跟面粉，我还使用玉米粉，结果是玉米粉、黑米粉都不会塌陷，只有面粉会塌陷。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的戚风蛋糕会不会跟这个面粉有关系？然后我就研究面粉跟黑米粉和玉米粉它们有什么区别。我用同样的水比来调成面糊，你们可以看到，用黑米粉和玉米粉调出的面糊是没有筋性的。同样的水比，黑米粉调出的面糊会更加的稠，也就是说它的吸水性更好。而面粉它调的面糊更稀，而且还有粘性，也就是筋性。2天后，我用黑米粉代替玉米粉做了一次戚风蛋糕，
结果非常的成功。它不但没有塌陷，中间还有一点微微的隆起。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演示怎么用高筋面粉做出不会塌陷的戚风蛋糕。你们没有听错，是高筋面粉。现在锅里边倒入的是伍德利的3星多用途小麦粉，它的蛋白质含量是 12.2%， 也就是高筋面粉。我们用小火把它炒至微黄，这一步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用大火。炒制时间大概是5分钟左右能炒好。这是炒好的面粉，用水调成面糊以后，你们会发现它没有了筋性，变得更加的粗糙，吸水性也会更强。这两种特质跟黑米粉非常的相似。其实这个方法不只限于高筋面粉，中筋面粉也是可以的。面粉炒好以后，我们开始来制作蛋糕。现在我做的是6寸的配方，配方已经打在了屏幕上。这里我要说一下关于配方里边的重量。这次拍视频我历时了3天，做了大概也有几十个戚风蛋糕。鸡蛋我用过50克的，也用过60克的。植物油我加过30克，也加过35克，也加过40克。牛奶我加过35克，也加过40克。面粉是一直50克，没有改变过，包括糖。所以如果你的面粉选对了，即使你的配方有一点点误差，它都不会塌陷。如果你的面粉选错了，无论你用多么精准的配方，它都会塌陷。6寸的戚风是3个鸡蛋，我现在一次性打6个，这样我就可以同时做2个6寸的戚风蛋糕。蛋白霜我会一次性打发，蛋黄糊我会用不同的配方测试，这样可以更快也更严谨地测试出不同配方的不同之处。关于蛋黄糊是使用前蛋法还是后蛋法，我个人建议是使用后蛋法。至于为什么后边我会讲到，你们也会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后蛋法可以选择把蛋黄最后加，或者把蛋黄跟牛奶提前先搅拌均匀，然后再倒入面粉跟油里边。我现在倒入的面粉是没有炒过的高筋面粉，蛋白含量是 12.2%， 我只加25克，然后又加入25克小麦淀粉，这样它的蛋白质含量就等于是 6.1%。 这样做出的面糊它就比我们买的蛋白质 8% 的蛋糕专用粉筋度还要低。面粉和油搅拌的时候它是不会起筋的，面粉起筋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接触到水或者配方里面的牛奶，它和油搅拌随意怎么搅拌它都不会起筋，所以我们不需要 Z 字形或者特殊的搅拌手法来搅拌。搅拌均匀以后，倒入我们刚刚调好的蛋黄和牛奶，然后再继续搅拌均匀。搅拌的过程你们也看到了，我没有使用 Z 字形或者什么特殊的手法，我就是随意的搅拌，甚至有一次我还直接使用了打蛋器搅拌。这份蛋黄糊做好以后，我们开始做另一份。这份蛋黄糊里面用到的面粉是我刚刚炒过的面粉。步骤还是跟刚刚一样，先将油和面粉混合均匀。因为炒过的面粉里边有很多小疙瘩，所以这次加面粉的时候我过了一下筛。因为炒过的面粉有点发黄，所以调出来的面糊也比较发黄。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因为炒过的面粉吸水性更好，我们用同样的比例调出的面糊，炒过的面粉会更加的稠一些，但是它同样是不会起筋的。搅拌同样不需要特殊的手法，还是随意的搅拌。最后2份搅拌好的蛋黄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炒过的面粉会更加的稠一些。现在开始打发蛋白霜。关于打发蛋白我有很多要说的，因为之前我在这一步踩了很多的坑，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是直接把80克白糖加入到蛋白里边，我没有加白醋，也没有加柠檬。我的鸡蛋是在30多度的环境下放了2天之后的，我没有提前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直接就是这样打开之后加白糖打发。打发蛋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一个步骤。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把这一个简单的步骤给复杂化了，导致很多新手失败之后会在这一步浪费很多时间去寻找原因。如果你的蛋白打发至中性发泡或者干性发泡，这个时候你的戚风蛋糕塌陷了，你就不要在打发蛋白这一块来浪费精力浪费时间。打发蛋白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里边不能有蛋黄，不能有油，有这2样东西你的蛋白是无法打发的。无法打发的蛋白是无论你怎么打10分钟还是20分钟，你的蛋白都无法打至干性发泡，这种就是失败了，你就不要再继续往下做，直接把它倒掉，重新做一份。可能很多新手不知道什么样的蛋白霜是干性发泡的，打发至干性发泡的蛋白霜它有很强的阻力，并且把盆倒扣它是不会流动的。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在分离蛋黄的时候不小心把蛋黄滴在了蛋白里边。出现这种情况，本来我是要把它倒到碗里边留着炒菜吃的，但是我为了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决定把它打发，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样的蛋白是失败的。并且这次我没有直接把白糖一次性加入，我是按照网上的说法分3次加入白糖。
我足足打了10几分钟，这个时候蛋白霜还是处于流动状态。把盆倒扣的时候，蛋白霜是会流出来的，因为它一直没有打发至干性发泡，所以盆的边上甩的到处都是蛋白，这种就是打发失败的。现在我们对比一下成功和失败的蛋白霜有什么区别。失败的蛋白霜因为无法打发至干性发泡，所以盆的周围甩了很多蛋白，成功的却很干净。把打蛋器提起来，失败的蛋白霜因为有流动性挂不住，所以搅拌棒上只有很少的蛋白，即使挂上一点也很容易掉下来。而成功的蛋白霜，搅拌棒上会挂上很多，而且还能直立一个小尖尖。这就是蛋白霜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好，现在我们继续回到主题。蛋白霜打发好以后，我们把它平均的分到2份面糊里边。这一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将1/3的蛋白霜加入到蛋黄糊里边，搅拌均匀以后，再把剩余的蛋白霜加入进去。现在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我无法这样做，所以我就把蛋白霜一次性加入到蛋黄糊里边。分好以后，把蛋黄糊和蛋白霜搅拌均匀。搅拌的过程我也没有使用切拌的手法来搅拌，我还是随意的搅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随意搅拌的手法比切拌的要好，而是想告诉你们，你们的戚风蛋糕塌陷问题并不是出现在这些步骤上面。也就是说，你的面粉选的对了，你随意搅拌它也不会导致戚风蛋糕塌陷。蛋糕糊搅拌好以后，准备模具。模具如果刚刚用水洗过，一定要把内部的水擦干净，因为内部有水会导致内部出现凹坑，尤其是底部。现在2份蛋糕糊全部已经做好了。颜色深的是用炒过的面粉做的，颜色浅的是用生面粉和小麦淀粉做的。烤箱选择上下火150度烤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蛋糕烤好了。右边这一个长得比较高的是用生面粉加淀粉做的，左边矮的是用炒过的面粉做的。为什么相同的配方，右边用生面粉和淀粉长得更高，左边用炒过的面粉长不高呢？这是因为生面粉的筋性更高，筋性越高，它的伸缩性就越强，也就越容易长高，但是也越容易塌陷。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个相同大小的气球，一个是薄的，一个是厚的，我们用相同的力度去吹，你觉得哪一个更容易吹起来？很明显，那个薄的更容易吹起来，因为我们这2个蛋糕的蛋白霜的用量是相同的，但是它们2个的蛋黄糊，一个是稠的，一个是稀的，而那个稀的蛋黄糊就相当于那个薄的气球。这是放凉以后的蛋糕，我们可以看出来2个都没有塌陷，并且还是中间高边上矮。现在我们开始脱模，这次我直接选择徒手脱模，这个在去年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为我去年做的蛋糕用脱模刀都很难脱下来，而我现在做的蛋糕轻轻松松就把模给脱下来了，你们可以看得到，脱下来之后表面还是很光滑的。这个是用1半高筋面粉1半小麦淀粉做的，同样很轻松的就脱下来了。2个蛋糕看上去都非常的漂亮，只不过用高筋面粉加淀粉做的长得更高。有些网友看到这里可能觉得我也会了，不就是把面粉炒一下吗？其实不是所有的面粉炒一下或者加淀粉都能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我之前也用过其他面粉做过实验，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我之前用的低筋粉是一样的，就是面粉里边添加剂惹的祸。你们没有听错，面粉也有添加剂，而且里边不止一种添加剂。如果只是增白剂、增基因剂、改良剂这类的添加剂，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类的添加剂价格远高于面粉的价格，厂家也不傻，不会超量的添加。而滑石粉就不一样了，滑石粉的价格远低于面粉，50斤面粉的价格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50斤的滑石粉只要3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厂家批量购买价格可能还会更低。面粉添加滑石粉主要是为了防潮、延长保质期，如果按照标准用量添加，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些厂家为了追求利益会超量的添加，但是滑石粉毕竟是滑石粉，它不能代替面粉，所以超量使用滑石粉的面粉，在我们做其他蓬松类面食的时候也很容易失败。如果你买了这样的面粉，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什么配方，都无法做出成功的戚风蛋糕，即使让专业的烘焙师来做，它也会失败。下期视频我会用几个真实案例告诉大家滑石粉对我们日常做面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视频到这里本该要结束了，但是我为了做这期视频，我做了几十个戚风蛋糕，接下来我就把几个有参考价值的给你们看看。喜欢我的视频记得长按点赞给予支持。现在你们看到这2个蛋糕就是我刚刚做的，右边呢是用高筋粉加淀粉，左边呢是用炒过的面粉。在我们挤压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用炒过的面粉做出的戚风蛋糕回弹力更好。这个蛋糕用到的配方跟刚刚那两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把刚刚那两个6寸的配方放进了一个8寸的模具，这也是导致开裂的主要原因。因为蛋糕长得越高就容易开裂，同样的配方倒进10寸的模具就能避免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蛋糕长高后超过了模具的高度，它就容易开裂。这个蛋糕在我做面糊的时候，因为炒过的面粉里边有很多小疙瘩，但是我忘记过筛了，我就直接这样加进去了，结果在我搅拌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小疙瘩，然后我就用打蛋器使劲的搅，结果做出的蛋糕同样是没有塌陷。画圈搅拌到底会不会造成戚风蛋糕塌陷，这要看你的面粉的精度以及你制作的过程。我使用的面粉最高的精度是 6%， 也就是说比我们买的 8% 的蛋糕专用粉精度还要低。另外一个炒过的面粉精度也非常的低，再加上我是先将面粉和油混合搅拌均匀，所以我这种做法无论我怎么搅拌，即使拿打蛋器搅，它也不会起筋。如果你的面粉精度很高，在做的过程就是先将面粉和蛋黄或者牛奶混合，那这种做法即使你画 Z 字形搅拌，它也会起筋，最后也可能会造成戚风蛋糕塌陷。现在你们看到的跟我第一次做的那两个蛋糕是同样的配方，只是我改变了做法。这一个我是先将蛋黄、牛奶和油混合均匀，然后加入面粉。面粉我用的是炒过的面粉，过了一下筛，但是在搅拌的时候还是出现了很多小疙瘩。因为是过筛的，我用打蛋器用力搅拌，还是把它搅碎了，只是过程有点麻烦。这一个我是先将油和蛋黄倒进去，然后加入面粉。面粉同样是炒过的面粉，过了一下筛，结果在搅拌的时候直接搅成了一块，越搅越硬。这时候当我加牛奶去稀释的时候，我发现它已经无法完全稀释开了。最后我用打蛋器无论怎么搅拌，还是能明显的看到没有完全稀释开的小颗粒。正确的添加顺序应该是先将油、面粉混合均匀以后加入牛奶，混合均匀，最后再加入蛋黄。这是第一个蛋糕。这是第二个蛋黄糊没有完全搅拌开的那一个，它明显没有第一个长得更高，而且这个位置还有一点塌陷。这两个蛋糕使用了相同的配方，蛋白也是一次性打发的，只是添加顺序不一样，最后导致两个蛋糕长得不一样高。那个没有完全搅拌开的，这里也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里面还有很多小颗粒，长得高的回弹力会更好。做到这一步，没有出现一个严重塌陷的戚风。这时候我在想，会不会跟我之前用的鸡蛋有关？因为我之前用的鸡蛋是这种我在超市买的红皮鸡蛋，这个白皮鸡蛋是我在网上买的柴鸡蛋。红皮鸡蛋的重量是在60克左右，白皮鸡蛋的重量是在45克左右，一个鸡蛋相差了10几克。如果我们用相同的配方，用不同大小的鸡蛋来做戚风蛋糕，它们之间又会有什么差异呢？我决定来测试一下。现在碗里面的蛋黄都是红皮鸡蛋的，配方还是之前的配方，做法也是原来的做法，只是换了更大的鸡蛋。蛋白霜也是一次性打发，然后平均再分到2个碗里。这是做好的蛋糕糊，右边的颜色深的是用炒过的面粉，左边的是用生面粉加淀粉。左边的模具上滴了一点蛋糕液，等会儿我们可以刚好用它来做标记。这个模具上有蛋糕液的是用的生面粉加淀粉，这个是用炒过的面粉，现在看上去是有一点轻微的塌陷，并且两个蛋糕都出现了轻微的蘑菇顶。相同的配方，只是换了不同重量的鸡蛋，做出的蛋糕差距却如此的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跟鸡蛋的本身没有关系，主要跟鸡蛋的重量有关系。因为相同的配方，鸡蛋用的更大了，但是配方里边的面粉、牛奶和油没有增加，就造成了蛋糕糊比之前的更稀。鸡蛋大了以后，蛋白霜也会比之前的更多，这样蛋糕糊产气能力也会跟着提升。但是我们的蛋黄糊没有随着调整，最后就造成了蛋糕的持气能力也没有跟着提升。简单的来说，就是鸡蛋大了，面粉少了，最后蛋糕的支撑力不够了，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的情况。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模具太小，蛋糕糊长高以后超过了模具，也是一个原因。放凉以后，右边这个用高筋粉和小麦淀粉做的也出现了塌陷。现在我们把它脱模切开看一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右边这个用高筋粉加小麦淀粉做的，虽然刚刚拿出来的时候没有塌陷，放凉以后不但塌陷，它上层还出现了轻微的布丁层，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去年刚开始做的戚风蛋糕，塌陷塌的惨不忍睹，但是只要出现了布丁层就算是失败。而我炒过的面粉虽然拿出来的时候出现了轻微的塌陷，但是放凉以后切开里边并没有出现布丁层，这也再一次证明面粉才是导致戚风塌陷的最大原因。红米鸡蛋
加50克淀粉，25克面粉。这个是白皮鸡蛋，加了50克高筋面粉，没有炒类。然后蛋白没有打发好，大概就这样。刚刚你们听到的声音是我录的现场的声音，其实这个声音不是录给你们听的，是录给我自己听的。因为这几天我做了很多次的戚风蛋糕，每一次我都会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我担心我在剪辑视频的时候会忘记我做的哪些改变，所以我会把重要信息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来录下来，这样在我剪辑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哪一个步骤做了哪些改变。刚刚你们也听到了，右边这一个面糊我是用的白皮鸡蛋，加了50克高筋面粉，但是蛋白霜打发失败了。打发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调试蛋黄糊的时候不小心把蛋黄糊溅到了蛋白里边，因为蛋黄糊里边当时已经倒过油了，所以导致它打发失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打发失败的蛋白霜加高筋面粉做出的蛋糕是什么样的。右边这个是蛋白霜打发失败的，因为蛋白霜打发失败，所以它的体积比左边的更少。这是烤好以后的，右边呢是蛋白打发失败的，看上去并没有塌陷。那我们把它放凉看一下，放凉以后两个都出现了塌陷。左边这一个我是使用的红皮鸡蛋加25克高筋粉，25克小麦淀粉，但是刚刚我们做的没有塌陷，现在为什么塌陷呢？因为这两个蛋糕都没有烤熟。当时我在玩游戏，我提前5分钟把它们从烤箱里面拿出来，结果两个都出现了塌陷。也就是说，戚风蛋糕没有烤熟也会造成塌陷，只不过右边这一个蛋白霜打发失败的出现了严重的塌陷。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因为这期视频做的有点长，细节也比较多，可能很多新手还是看不明白。我后边会专门做一期戚风的教程。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乡村美食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